好，来看到在国际间大家都还是很关心这一起的空难事故，因为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170多条人命现在发现了 ，FAA 波音专家通通到了，要来了解的就是这个济州航空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空难，那就必须要先从事情的一开始最发生的时候来说起，塔台人员当时到底是怎么样进行航管的对话的？后来呢，他们就在讲啦，说其实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叫做一连串的不幸所造成的空难意外？航空专家是这样讲的，说他们觉得很奇怪的是，有可能就是液压还有电力系统全部都出状况，都有问题了，所以才会接连的包括了机轮没有放下来，才会机腹直接着地，然后那个襟翼呢，就旁边其实应该有被可以打开来减速的，也没有打开，最后呢又因为失去了回应，所以呢也没有办法跟塔台这边有更多的联系。那他们一直都想问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到当时的案发事故，这个飞机往前冲，撞到了一面墙，结果后来就直接瞬间变成火球。大家说那一面墙其实不是致灾的最大原因，因为那是砖墙，应该是会被撞破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一个，就是雾安机场当时有一个天线，这个天线呢在尾端，而且还水泥加固，这个水泥加固就是当时飞机爆炸的起火点。其实呢，这个水泥加固一直以来在雾安机场，他们就已经有在讲说你跟跑道太近了，这个其实有可能会造成困扰。原因是因为呢，一般来说这个天线应该要在200米以外，甚至有人呢会做到400米这样的距离，但现在呢，这个竟然是在跑道的199米的安全区之内，那等于说它一点缓冲区都没有，这个所谓的水泥加固天线就变成了最后一个致灾原因。而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为什么波音的专家也会来？原因是因为呢，这是波音的飞机。好了，可是同款飞机737-800以前被认为说这应该是一款非常专业，而且也飞很久了，而且安全性很高的飞机，结果又出现说泰国的航班疑似机械故障，失去动力又急刹，所以后来赶紧3个小时之后换飞机。竟然也是737-800，一模一样，同款机型，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就说了波音737-800型的客机确实在2024年，也是在去年5月的时候呢，土耳其这边降落的时候说轮胎爆胎，10月的时候印度这里呢说是起飞之后出现的液压系统故障，再来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前几天的波音空难。那大家就在讲了，里面的液压系统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而波音里面有2名的吹哨者过世，到底有没有关于737-800的一些内幕？这个呢是大家现在最在意、最想知道的。毕竟你我他出国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对吧？好了，737-800呢，全球是现在目前有5000架，20年内说出现的意外是26起事故，而737 MAX 呢，其实在几年之前发生的接连2起事故，曾经造成了停飞近2年，后来呢也好不容易才在放行，只是这一些大家担心的就是，到底波音飞机现在安全或不安全？那先前呢，在去年也发生很多波音飞机，很多比如说机舱门忽然掉下去啦，然后里面的东西呢，手机会突然飞出去啊，等等这些事情，好，也造成他们全年股价跌了32%，变成道琼里面表现最差的一只股票。而今呢，他们的订购量逐年递减，空巴呢本来只比他们多了大概661架，到了去年交付的飞机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多架了。这里面空巴跟波音之间，波音的专业问题、技术问题，这个是大家在意的。另一个则是南韩，南韩最近除了政局不太稳定之外，还包括了现在也传出有老先生竟然开车冲进市场里面，造成了13个人受伤。因为当时这个车水马龙的，很多人还在这边买菜，所以也造成很多人感觉上是觉得说怎么又飞机事故，怎么又有人撞进市场，这样子重大的交通意外。加上政局上面，代理总统崔相木呢，还有特别提到希望大家和谐，希望大家团结，但是内部的政治势力确实还在
彼此的攻坚当中。尹锡悦的案子现在送到宪法法庭，那宪法法庭的法官必须要补满。这一位代理总统呢，确实没办法，他把法官给补满之后，后续尹锡悦的案件会怎么样来办？对于南韩的政局，整个局势会造成什么样致命的关键？这些其实后续在今年2025年一开年都会持续发展。那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呢，现在波音专家也来了，要调查的就是这起空难意外。对，现在好像这个黑盒子好像它有一些损坏，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取证的一个依据哈。另外一个就是说，机舱的这个机组人员的通话，事实上还保留着，所以这里面当然就要尽快查出来原因了。不过不论如何的话，这架飞机会失事的主要原因看起来不是鸟击。鸟击很多专家都讲说，鸟击不会造成飞机这样坠落哈，鸟击更不会造成什么起落架下不下来啊，起落架下不下来，这个是这个飞机的设计或者它的这个怎么讲呢？或者说维修也好，有严重的失误啊，那飞机应该是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怎么讲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设备，人们没有起落架，基本上的话，那就用机，你要不然你就是到水里面去降。要不然是怎么样？要不然你就是用机腹来降，那只有这两个选择啊。在几年前，美国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事件，就是一架飞机在纽约，对，最后也是起落架下不来，结果那个驾驶员高超的飞行技术把它降落在在纽约的这个河面上面，成功救了整个飞机上面的这个怎么讲？这个什么这个所有的乘客。那2年前，日本的这个飞机也出现一个重大灾害，也是人为因素。一架自卫队的飞机，记得开到跑道上去，然后呢，一架民航机下来的时候，结果呢，他不知道就撞上那架这个自卫队的飞机。我想大家记忆犹新。可是他在那个时间里面，短暂的时间里面他把所有的飞机停下来以后，虽然飞机也起火了，所有的门打开，用那个紧急逃生门，人全部都下来了。所以那一次事件的话，事实上的话，这个也就是说，很多人为的处置还是蛮重要。当然机场那个塔台调度失灵啊，或者说那自卫队的飞行员他们讲说太疲劳了啊，所以这个都是可以找到原因，也可以有这种就一线生机，可以不要发生这样子的悲剧。韩国这件事情的话，基本上有很多事情大家都觉得第一个。这个飞机确实有问题，就是都是737、800也好 ，MAX 也好，基本上出事率太高了。而同一型的飞机，第二天失事的第二天，也是济州航空公司也出现起落架的问题。当然有一些报道说，那一架失事的飞机，它短短的3天里面那个起降次数太多了，那个是一个联航，所以它的生意非常好。那事实上这架飞机是满载181个人是坐满的所以生意非常好。他今天起飞马上这个降落，又起飞又降落的那是不是造成机件的太过于疲劳？那还有就变成就是说那一个墙跟那个塔，就是说那个指挥塔，那个是造成这个飞机爆炸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如果没有撞击的话，他有足够的时间机腹下来以后，他把他的机舱打开的话，可能人在30分钟里面就完全疏散的话，那也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我们看到机腹要降的时候，很多机场它会喷那个泡沫，那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机场所以我觉得，就我们一个不是专业人来看，已经看到问题太多了。不过波音公司真的可以说是要负最大的责任，制造这样不安全的飞机还强迫人家买，还有那个美国的参议员来台湾来推销，结果我们也买了，真的是这些是不道德的。你不能用政治力强让人家买你的货品。来请教一下小舰长。我们从波音公司身上看到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波音也就是非常明确的，它就是过度的有案外包，它把许多的料配件全部通通都是从海外购买，然后把这一些它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呢交付了其他国家，然后自己呢反而不再具有这样的竞争力。那其实这已经进入了我们讲到说这是一个舍本逐末的一个状况。然后在这个状况之后呢，结果他们
当他们自己现在想要把这些东西接回来生产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接不回来，接不回来也就算了，然后而且呢，他们还更大规模的裁员，然后变成说他们的员工怨声载道，然后而且技术也不见得符合。根据美国 FAA 的相关的规定啊，你要能够组装什么样的装备，你要有哪些的执照啊？不是你直接扛了个扳手直接上生产线就可以瞧就可以装起来了。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来看啊，这个是我们看这个灰色的部分，就是波音的公司，它以前在做737的时候，它的一个产量。可是从1987年这个空中巴士介入这个市场之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份额逐渐的被空中巴士给那个蚕食。为什么？因为空中巴士实际上来讲，它的创新程度以及它的达交的这一个时间，实际上是比波音要来得高的。那另外我们来看，这是在去年9月，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的这个订单的状况，我们看到说，如果是看到这个空中巴士啊，这里加起来一共是235架飞机的订单，波音呢？波音65架订单而已啊，所以以往的波音早就不是波音了。不过现在这个状况，大家会看起来等于是对于空中巴士有利啊，但是不要忘了还有中国商飞啊，中国商飞从 C909 到 C919， 那甚至未来还有929、939啊，那也就是中国大陆已经从这种区间一直到长程甚至洲际都已经布设好了。那而且实际上来讲，它跟内陆的这个交通啊，也就是我们前段时间不是也同样的看到了CR450的动车的新动车组，也就是这一个无论是动车，无论是高铁，或者是这个国内线班机或者是国际线班机，都已经完成了一个网状的一个规划的时候，实际上来讲，中国大陆的中国商飞公司才是未来真正的那个竞争者。来请教一下顺峰老师。这样子啊，波音基本上是一个还蛮有历史的好的航空公司。那到现在为止，有2架新的飞机都出问题。一个就787，一个就是737 MAX。是。强迫卖给台湾的是787。那它到现在为止市场上反应最好的飞机777。现在是反应还是蛮肯定的。那至于737是它年龄最长、赚最多、全世界使用最多的机型，所以到737-800的时候，应该是它的一个巅峰之作。对，可是737 MAX 啊，是它一个败笔之作啊。所以现在波音是2架新飞机787跟 MAX 呢，是一个大灾难啊。那这也是它波音里面呢所谓的吹哨者死亡呢，跟这2架飞机都有关系。在737-800应该是还算蛮稳定的机型，对呀，还蛮稳定的机型。那这一次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我们也不是专家，很难猜测。可是可以看出来，这一架飞机出事好像有很多问题，又轮子放不下来，又机翼怎么样子，又是不是那个墙被撞到点点，太多的问题了。那这个呢，就韩国自己本身去做一个讨论，但是就它的新型的飞机，波音一再出问题的时候，它势必会被空客赶过，也会被现在正在急起直追的中国大陆啊，都有可能呢会后来击上啊。那这是我们拭目以待。至于韩国呢，我觉得这个故事还有得演。那韩国的政治啊，有很多的特色。其中有一个特色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一个没有历史的政党所形成的政治竞争。不管是民主党也好，国民力量党也好，他们大家都是常常为了总统选举的时候，那临时把一票人呢给凑起来，冠个名字而已。这样一个党是没有什么理念的，这个党的理念是不贯彻。你不管怎么说，
国民党你在说他怎么样子，但是呢，他有一套论述跟理念。你民进党你再不喜欢他，但是他有一套理念跟论述。这个党是有它的核心精神跟价值所在啊。可是呢，韩国的政党最大的特点是为了总统选举，大家把它凑一凑就凑出来，所以凑出来今天是这个党，明天就那个党，所以你永远搞不清楚他们的祖先是哪一个啊。那这样子一个缺乏的历史承传的政党，它所形成出来的危机的时候，你简直找不到它有可行的方式来预判它会产生什么结果。绝对你预判不出来，因为两党的政治文化都临时凑成的，所以韩国的这个局势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呢？只能用几个字啊，还是一样，叫做拭目以待啊。所以未来的航空竞争者，中国大陆的C919、929、939会不会成为更新的竞争者？韩国的政局会变成什么样子？通通都是那4个字啊，拭目以待。好，2025年感觉会存在非常多的变数。我们先接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带你来看到是美国的政局，原因是因为2025了，再过19天。川普就即将走马上任，来在他走马上任之前，他最信赖的这一位盟友是谁？马斯克。现在才发现，哦，原来不是真的只是信赖而已，根本就是他室友嘛，住隔壁。马斯克现在呢说，每天晚上花2000块美元，大概就6万台币嘛，哈，常住在海湖庄园，走路就可以见到川普了。而且呢，他这个2000块的豪华别墅呢，基本上《纽约时报》的讲法是什么？是其实他不是只是川普的，比如说金主而已啊，又或者是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协调委员会的主委啊等等，他基本上就已经是媒体的社交宣传者、政策人士方面的关键顾问。反正啊，川普有什么都一定会问他啊。川普也真的是这样。12月27的时候，他在他自己的那个社交平台怎么写？说你在哪里？你什么时候来宇宙中心海湖庄园？比尔盖茨要求今晚要来，我们想念你和 X。新年前夕将是令人惊奇的。X 是什么？不过是马斯克引导就是 Twitter 嘛，以前的 Twitter 嘛，所以很明显这封信笺也不能写情书讯息啦就是要找马斯克的。马斯克其实现在真的富可敌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球500大的富豪身价呢一起飙到近10兆美元之外。你要知道这个10兆是什么？是德日澳 GDP 的总和。然后光马斯克自己一个人，他跟第2名差了多少钱？他跟第2名的贝佐斯差了2370亿美元。所以呢，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冠亚军差距。马斯克现在呢，基本上不是只管美国的事而已，美国的事他事前管定了啦，反正川普当总统嘛，欧洲的事他也管，他还去支持人家德国现在要选总理嘛，支持肖兹的反对，就是那个右派的，说肖兹在北塞，我们大家要支持那个反对的。肖兹气到说，德国的未来在你的手中，不是社媒可以决定的。以前美国都说什么中国影响选举啊，俄罗斯影响选举，现在是德国说你美国在影响我选举啊。因为呢，目前来说，欧洲事务确实在川普走马上任之后会有很大的变局。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俄乌战争了。美国再一次的对乌克兰增加了60亿美元。马斯克就嘲讽泽伦斯基，他其实真的很不喜欢泽伦斯基啊，说你抢钱冠军呐，我们的钱都被你们拿走了啦。那基本上呢，讲是这样讲，他自己的心链。其实在这场俄乌战，你也必须承认，他获取了很大的一个，不管是实验，又或者是说呢，这个知名度，通通打起来了。目前他的心链呢是要帮乌克兰的卫星直连手机，也就是说呢 ，SpaceX 它要之后能够让乌克兰这一边的手机可以直接连卫星，预计呢就在今年的第4季度要上线。如果真的成功之后呢，乌克兰就是全球最早拥有直通手机卫星服务的国家。
家之一，那就等于星链它的业务又再一次的迅速扩张了。目前呢说也增加了20国的使用，包括了阿根廷啊、加纳等等，有100个国家地区，超过400万户的用户在向星链这边来要求服务。那其实讲到了太空事件，除了 SpaceX 之外呢，最近很拼很猛的还有谁？还有印度。印度说他们成功发射了第1个太空对接任务，成了全球第4掌握此技术的国家。我们必须要看内文，他们是怎么写的。他们说我们要加入中俄美精英俱乐部，因为呢，我们跟他们一样了，我们都可以发射卫星了。讲是这样讲哦，很激励人心。但是呢，你来看看中俄美现在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从中国来看，中国呢预计的是2027年要发射下一代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预计呢是2025先完成了之间的关键技术，然后呢，2027年先发3颗，先导试一下。2029年之后呢，就要开始组网卫星，等于说要让它整个卫星全通送上去。而另外是什么？2035就是完全的建制完成。其实现在呢，在中国大陆他们的北斗卫星在轨卫星呢是33颗，比 GPS 还要多了2颗。那基本上呢，目前印度这边是有7颗卫星了，也很厉害。我们必须说也很厉害，但是他觉得因为7颗卫星，所以他已经跟美、中、俄一样厉害。那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我们觉得也很好啦。毕竟有自信，我觉得才有成功的关键嘛，哈。那我们想要请教一下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我们从美国开始好了。马斯克呢，现在1个晚上花2000美元住在海湖庄园，因为要见川普，川普也很需要他。对啊，这个海湖庄园是川普经营的，川普也不够意思，还收他钱，对不对？他都捐了他几亿美金了，在商言商，这个还要住他的那个庄园，还要给钱，这就是美国人，真的是啊。真的是哈，习惯。哎，这个啊，这个川普的作风可以看出来，唯利是图，这种2000块也要赚，对不对？还做什么总统？不过你看川普在他的那个 Truth Social 里面哈，现在他已经大家都在看他发表政令了，对，哎，全世界美国的重要的政情都要看他这个，那个拜登，说实话，理论上还是美国总统，可是现在已经怎么样？感觉上大权旁落了。他只能送钱了，他只能把钱送给别人，拿美国人去送，别的他还能做什么？没有记者在注意他了，哎，那他还有20天嘛，20天。那川普和他的这些身边这些大将啊，马上要掌握美国的全部的权力。那最近川普又在喊话，对这个美国参院的共和党党员们喊话说。你们要聪明，可是呢，你们也要很凶狠才行。哎，你们要狠，你们要聪明，可是你们要狠，要有斗志。这个我觉得也应该，台湾这边也应该看看人家怎么指导这个国会里面聪明，可是你要有强势。为什么？因为他提名的这些官员现在要送到参院去，实行同意权了。他的提名的这个司法副部长，哇，实在那个记录太差了。那个干出来那种事，如果给川普真的封到司法部长的话，那美国真的要乱了。可是他的那个国防部长他非常喜欢。这个国防部长他在他自己的这个Truth Social里面写了好几篇文章，哇，不世出的人才啊，一定要支持他。然后接受访问他也一定要支持他。所以川普事实上性格上也是有一点帝王性格，他说的就一定要做到。所以呢，这就看他现在这么拽，等你真正坐上总统位置上，你能拽几天？对，到时候不要众叛亲离你不要以为今天马斯克今天哇自己花钱住到你的这个海湖山庄，他将来要经手美国多少钱？2兆。这个2兆，他砍人家的时候他搞不清楚的话。美国已经很多有这种共和党的参众以前就在说，你不要乱砍很多政府联邦的经费是我们共和党的经费这个是照顾我们共和党他的选区跟共和党执政的州你不要乱砍到时候你要砍错了那真的是我们也不同意你所以你以为他可以随便砍很多钱是什么？圈钱，美国的预算都是圈钱。
共和党圈一批，民主党圈一批。那你今天马斯克去砍钱的时候，你能只砍民主党吗？还是说你根本搞不清楚这是民主党、共和党，你砍下去，共和党反对你？所以呢，我真的不看好川普。我跟你讲，我也不看好马斯克。他现在想的太简单了，他到时候啊，不要马斯克啊，全世界首富变成全世界首富，第一个进监牢就是他。来请教一下小监长会怎么看？在去年的最后一天呢，拜登他又说要提供给乌克兰60亿美金的军援啊，那当然啦，马斯克他马上就有话讲，他说啊，泽伦斯基啊，真是打劫美国的冠军啊。那但是呢，这笔钱到底能不能付得出去？泽伦斯基能不能收得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之前呢，众议院议长早就已经表达他的立场了，也就是现在已经有新的总统，这些应该由新的总统来履行，而不是拜登不断的做顺水人情啊。而且这一些内容里面，他到底给了什么？那他其实给的都是以往的项目啊，例如说155毫米、105毫米的这些炮弹啊，例如说 HIMARS 啊，那大家常常听泽伦斯基讲的爱国者，或者是陆军战术飞弹，反而没有在里面。这件事情啊，其实透露着古怪啊，就是未来是不是他的那个即将要告一段落了，所以其实现在只是就是尽量维持着那个惨胜或者是惨败的一个状况，然后让乌东的战线持续在那边，然后未来才有更多的谈判空间。这我们并不知道啊。那但是呢，我们看了马斯克，其实就诚如刚刚广告的时候，主持人说，其实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标杆，这表率啊。那可以我们不能说他是白手起家，可是他创造这么大笔的财富，他从新链搞到新盾，但是呢，从这个新链跟新盾啊，其实对于他的未来有相当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其实新链大家认为在用的，除了一般用户之外，然后在乌克兰战场也常使用。那是谁在使用？乌克兰在用吗？没有，俄罗斯也在用啊。那也就是当初俄罗斯有透过马斯克，也就是提供了新链的相关技术啊。那这些技术呢，未来会怎么样被使用？那现在有说，这个未来可以成为直通卫星的第一个国家。对不起，这第一个国家绝对不是乌克兰。有直通卫星可以使用手机的第一个是华为手机啊。那但是呢，我们现在来看呢，中国大陆的这些卫星发展呢，无论是我们讲到全球定位啊，或者是我们讲到这些通讯的卫星啊，其实它都是走在全世界的最前面。那其实这一些实力就跟我们第一节在讨论这些武器装备一样，他们都是靠着自行研发。所以其实美国你再怎么样管制它的晶片，再怎么样管制它的技术，其实影响非常有限。是，请教盛峰老师。美国打压不了的、最痛苦的，大概就是天上飞来飞去的神舟啊，太空船也好，或者是登月也好，或者是这一些卫星，一直打压不了。为什么？因为2007年的时候，曾经中国大陆发射了一个火弹打下的卫星，叫做卫星杀手，是一个放弃，让美国知道这是碰不得的。那我想在这里要让各位特别知道的，就是整个的北斗卫星有几件事我们要清楚，它的平均年龄，团队平均年龄36岁，很年轻，只要以31岁到35岁为止，这代表了这一个事业后面的发展还有几十年非常光辉的时刻，因为这些年轻累积出来的资本，就是这一个事业里面无可取代的资本。这一个呢，是全世界里面要在这个太空的竞争上跟中国大陆比拼的时候，别忘了人才，而这么年轻的人才，平均36岁，然后最主要的年纪是在30岁到35岁，也别忘了在开始1994年的时候，就是3个
年轻人开始创造了北斗。现在北斗1号是以中国大陆为主，北斗2号是以东南亚为主，到了北斗3号是全球为主。现在总共合起来应该是59颗，扣掉4颗除役的，应该有55颗的卫星，将来会更多。所以 GPS 决定整个人类的故事可能就将要结束过去了。所以刚刚我们在第一节也提到，就是整个5G 加上了卫星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控制的情况下，所谓现在战争里面最厉害的电子。大家晚安，我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介绍的是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燕莹好，大家新年快乐。还有前海军舰长吕律师，主持人好，大家新年快乐！大家新年快乐！今天1月1号是元旦，元旦文告，我们的总统赖清德说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台湾必须要居安思危啊，原因是因为两岸确实紧张，所以呢，他认为以后应该要继续提高国防预算，民主绝对不走回头路，我们必须呢要跟全球的民主阵营携手合作，把这个民主的保护伞给撑起来。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当中呢，大家就要讲了，感觉还是一个比较对抗的比较抗中保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对岸呢，习近平的2025新年贺词则是说，两岸同胞歌不断，血脉亲情，因为呢，他还是一贯的立场啦，说不能阻止这个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业啊，等等等。其实他已经是连4年跟台湾这边来做喊话了。每一年的这个新年贺词，当然你就会去看它版面怎么样来分配，但连4年都提到台湾。这里头呢，中国海警还特别发文说呢，福建海警位在金门附近的海域依法在开展常态化的执法巡查，原因是因为呢，他们希望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其实啦，从今年2月开始，大陆海警这边呢，确实已经到我们金门海域这里大概有52次了。所以呢，大家就在讲，对于两岸之间来说，现在是已经打破了过往的很多和平啊，或者很多的宁静，现在已经跟之前大不相同。元旦这一天呢，你也看到了，解放军是什么？是用刘德华的歌来对台舞贺，什么啊？就是那个他们很多民进党人不喜欢的那首歌《中国人》呐。东部战区呢，现在用中国人当背景，然后呢，有各种的共军演训画面，甚至呢，连刘德华的演唱会都有，马龙这些陆生来台受访的影像，通通都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了，其实习近平他现在是试图在川普就任之前，希望呢能够对于他们内部的民众有一些对抗外部的一些信心，甚至呢他们还讲了，在两岸上头，现在看到了这是香港来的媒体，他们说基本上2024年会是以武逼统的元年，原因是因为呢，在2024，也就是在去年，确实我们刚刚讲了。中国海警、大陆海警现在介入两岸之间，特别是呢，这金厦水域这里，他们讲法是相当露脸啊。但对我们来讲法，就是以前不会这么做，现在通通这么干。甚至呢，联合利剑 A 跟 B 当中，你也可以看到中国海警跟海军他们之间的一个操作协作。所以他们就在讲啦，未来是不是真的台海内水化之后，会不会有更多以武逼统这么一件事情呢？纽时的讲法是，如果是真的的话，美国要注意了，美国你还没有做好准备，甚至他们预期是，如果真的台海发生冲突的话，所带来的经济危机比疫情的时候还要来得严重。那美国还没做好准备，是怎么样的一个说法？我个人认为啦，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最近看到了双方的军力确实已经跟过往的那个发展路不太一样。解放军呢，在2024年底的时候发出了好多新的信息，包括了歼50逆踪战机也亮相了，说性能跟技术呢还不太清楚，但是针对于这个先进战机的新亮相，已经让大家觉得说，原来又一款战机亮相。山东舰现在也发现了，说他们是已经具有全天候复杂气象的作战能力，也等于说呢，它整个作战能力是更加的完备。另外，在我们年前一直在讲的四川舰啊，还有6代机超前等等等，大家就在讲整个亚太区域这边空中作战的
军备竞赛是正式开始，而且呢，跟先前大家所说的，因为美国比较多的航母，他们的航母呢也是先进的航母，但是现在在整个作战能力上面，因为搭配了空中以及水下这样子不同的作战能力，是不是真的美国还在完全的亚太区这边保有绝对战力？这件事情大家会开始仔细的来评估。而现在呢，也发现大陆他们首创了一个5G 的机动军事基地台，什么意思？像很多东西都是无人的嘛，还包括了机器人等等，这一些就是可以靠这个5G 的机动军事基地台全面的来链接，那等于未来的无人作战，这可能就是一大利器了。要请教一下盛峰老师，您怎么样来看新的一年开年看一点新气象？那如果说用这定调的话，赖清德跟习近平的讲法就不太一样。是我很认真的看了2个人的谈话，赖清德的讲话让我感觉到我有一点紧张。他的紧张的原因在哪里？面对一个中共的压力啊，我们已经有力不从心了。但是我们觉得还不够爽，所以把俄罗斯一起拉进来。所以他现在从台湾这个赖清德总统的定调里面有3个坏蛋，一个叫做中共，一个叫俄罗斯，另外一个叫伊朗。跟美国一样大的啊！那有什么卡生被夹的下药？我们没有那个屁股就不要吃那个泻药。卖碰红追给台不吧，那个是难看而已。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不是在找更多的敌人，我们要找更多的朋友。不要用民主2个字来骗大家，理由很简单，美国也高举民主的旗号，但是他联络谁啊？他联络越南要来压制中国大陆，那越南是哪一门号的民主国家？你告诉我呀！中东他最重要的盟友叫沙烏地，沙烏地是哪一个门号的民主国家？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不要用民主2个字来蒙骗自己，因为最后就是利益。别忘了，我们怎么退出联合国？退出联合国的前夕，我们不是 Free China 吗？我们是自由中国吗？我们不是民主阵营吗？结果就在我们表决我们席位的前几天，美国总统宣布要去访问这个中国大陆。整个就崩盘了嘛，当场就被出卖了。然后到了中美断交的时候，毁约断交撤军。你告诉我，台湾当时的生活民主状况有比中国大陆差吗？我们站在民主的阵营啊，而且我们当时还讲第一岛链最坚强的民主阵营的堡垒啊。结果为了联中抗俄，那当场就把你卖掉了。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两岸的问题，两岸自己来解决，不要期待美国解决。最近中国大陆不管是076也好，不管是6代战机也好，不管今天它能够来对抗最厉害的电子作战的5G 机台也好，等等这些告诉我们，不要认为会进行军备竞赛，没有军备竞赛这一句话。没有军备竞赛这一句话，我在这里非常肯定的告诉你，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在于美国，不在于西方有没有创造新武器的能力，而是他没有制造新武器的能力。问题在这里啊！我可以创造7代机、8代机都可以创造，但生产不出来啊！今天的 F-22的生产线已经停了 ，F-35的生产线也是在交不了货啊。然后呢，军舰更不用讲了，中国大陆像下饺子一般，那你呢？你是在包饺子还没包好哎，所以从这不要讲军备竞赛，没有这一回事。说不定等一下我们还会谈到太空，那更是没有什么竞赛可言。你只要想到美国的太空人到现在已经9个月了，还没回来了，9个月了，这像一个大国吗？这像一个曾经主宰世界的航空大国吗？所以从这里面，连这个两边的讲话里，中国大陆里面，他用行动来表示，我就是台海内水化，这一点大概是跑不掉了。因为内水化的结果，为什么他敢这样做？因为他发现他越来越有能力
把美国要驰援台湾，把美国所谓要带其他的国家驰援台湾的所谓的第一岛链，已经让美国是进不来了。美国非常的清楚，第一岛链已经快没他的事了，日本还是他的，那菲律宾还是他的，台湾不会是他。因此，一边拒止美国等这些力量，一边把台湾给内水化的时候，我们在应什么呢？我们还要继续阿 Q 吗？继续碰红水给台无吧吗？继续没有那个屁股要吃那个泻药吗？两岸的问题，两岸自己来解决，不要再把俄罗斯拉进来作为你的对手。你觉得你自己是那么强啊？好，其实我们每一次哈，只要是说到跟外交有问题，或者是跟国际上面有问题，来谢大使一向都是实力说话。国际现实是国际政治是最现实的政治哈，没有实力，基本上你就是自己要了解现实，然后找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立足点，找到自己最好的一个自保的方式发展的方式可是看了这个赖清德的这篇演讲以后真的无法怎么讲呢？对台湾未来的这些担忧一点都没有办法减轻，反而更加增加我们对未来的担忧。因为基本上我觉得不管是对外对内对两岸他这篇讲话都不知道什么叫现实，现实是什么，然后不知道轻重，也不知道不计后果，他基本上就是不知不计，然后呢充满了怎么样空洞的这些价值跟意识形态。那最基本的核心呢，就是台湾独立，就是台湾跟中国大陆是怎么讲，是独立，相互独立的，就是这个理念而已这个对台湾有好处吗？那我们不管，先不提这个对就是说他说民主是台湾唯一的出路，赞成我们都赞成可是你领导的民主，你是真的民主吗？你是走向独裁你是在破坏民主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你现在把国会所有代表多数人民的意见立的法律，你都不想办法把它怎么样，把它这个冻结，把它怎么当违宪，运用你这个个人私人的司法工具把它违宪，这有民主吗？台湾走民主走了这么多年，有人这样干过吗？今天立法院这个合法程序通过的法律，你说你要叫叫行政院长就可以把它否决吗？你赖清德就可以否决吗？这不是民主，这是专制这是独裁你还好意思在那边讲民主？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意识错乱。我们看到他一直在破坏台湾的民主，一直在破坏台湾民主的根基，居然今天跟我们讲民主是台湾唯一的出路，那你为什么不好好的实践台湾的民主呢？你要破坏台湾的民主呢？所以说的跟做的完全两回事。那另外基本上他不管是对外对内，我觉得呢3个字，他是不断的在备战，不断的在挑战，不断的在求战，把台湾内部也搞得怎么样对立，然后呢风声鹤唳，动不动少数就要用暴力的方式在议院里面来阻止多数通过法案，然后呢少数在议院的暴力还不够，还要号召这些无知的年轻人去包围我们国家的立法机构，这你不是在把台湾社会搞乱吗？你还有什么民主？你还有什么法治？对不对？基本上我们没有看到他这篇文章里有任何对内、对两岸关系、对国际关系一种停战、一种止战、一种去战的任何的内容。你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台湾带到一个混乱不堪的地步。所以呢，我觉得台湾在他的这个短短的几个月之内我们基本上已经怎么讲？我们已经台湾已经变成一个什么基本认同十分混乱的一个地方。我们什么认同都混乱。第二个，我们的内部是不断被撕裂，而且越撕越烈。然后呢，我们的军力买了一大堆这些破铜烂铁，要我们打坚壁清野，这是一种军力的衰退，这是一种军力的一种堕落。第四个呢，我们看到了一个专制无能的一个领导的团队，你还在这边跟我们讲什么民主是唯一的出路？
你还在跟我们讲要去跟中国大陆、要去跟俄罗斯、要去跟北韩、要去跟伊朗这些政体啊去对抗，疯了，真的是国家的不幸。好，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小舰长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呢，从2024的年末那几天，我们就陆续看到对岸有一些新的新闻出来了。结果现在呢又看到说，哇，歼50的逆踪战机也亮相了。您怎么样来看这些发展？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就是12月26号之后，各种装备全部一起出发，重点在于，因为明年，今年2025年。也就是中国大陆的第14个5年计划将在今年收官。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装备，也就是要在今年收官的所有装备。那我们讲到有关于6代机的部分呢，其实6代机是源于 F-22在2005年的12月15号它开始服役之后，美国空军就开始建构了下一代，也就是次世代的空中优势。那他就打造了一些标准，例如说他要求他的隐身，那除了就逆中除了以往对于雷达之外，他还要求 IR 的部分呢。那另外呢，还有关于它的距离可以更长，它的筹载可以更多，然后其他的部分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虽然美军他们的说法啦，也就是他们已经完成了有1至2架的这一个测试机，但是从来没有美国空军从来没有下单啊，这又证明了一件什么事啊？这又证明了美国制作 PPT， 中国大陆负责实践。怎么说负责实践呢？这个是在去年11月12号到17号珠海航展所公布的这一个6代机的图像。当初因为它这摆在一个非常偏僻的角落，大家也没注意到这个是什么东西。大家当然都知道这个是6代机的雏形，可是大家就觉得模型嘛，就模型嘛。结果没想到，就是我们刚刚讲的12月26号一次出现了成飞跟沈飞2架不同的6代机，这2架不同的6代机，大家会认为说，这跟美国一样啊，准备挑一架出来。错，这2架完全不同的态势。你从它的设计就会发现，那在成飞的这一架，其实它比较像是歼轰机；那在那个沈飞出来的这一架，它比较像歼击机。那所以也就是它是不同功能取向的。那而且它有很多跟以往不同的设计。那当然啦，我们国外有非常多的这些部落客啊，或者是推主啊，都会各种的。他说，你看那个F-35啊 ，F-22它的进气道都是 S 型的啊，那你看看这一次的没有。这个果然就是你只看图啊，而且看的图还不够多啊。为什么？因为小舰长现在拿更多的图给你看，我们从侧边看，你不觉得它的背部隆起吗？它的背部为什么隆起？因为它下面的进气道是往上走 S 型，而不是往左右走 S 型啊。那这就是当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时候啊，不必被别人卡脖子，而有新的创新。这个就是军事科技最重要的。我们讲到说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当解放军走到再创新的这条路的时候，当那个我们国军只会用买的时候啊，高下立见。也必须要理解一件事情啦，就是当这个年末去年年底的时候，发现了6代机出来了，哇，四川舰也出来了，然后现在呢又签掉了歼50逆踪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要问美中之间他们现在在亚太区这边的战力是不是真的就如同专家所说的，美国准备好了吗？那他们是不是也已经想好对策了呢？我们先进广告。